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使用 MacBook 以来，最讓我破防的不是續航，而是它反人類的文件管理功能。習慣了常規的文件夾逻輯，在用仿達簡直像在走迷宮。新建文件夾要搞半天路徑，想找一份剛編輯的文件，翻遍所有目錄都像大海撈針，耗時又鬧心。格式兼容更是重灾區，傳輸的文件不是打不開就是亂碼，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文件結構，轉頭就被它打亂重組。每天光是在文件管理上內耗，就耗盡了大半耐心。面對雜亂的界面，頭疼到想笑又想氣。只能說，仿達的邏輯，普通人是真的猜不透。而我發的第一個 MacBook 詳細操作教學獲得了不少人的支持，我非常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所以接下來我會再次用心制作視頻，謝謝大家的喜歡。在講 MacBook 電腦文件管理時，有幾個亮點和思考問題。到幾個亮點，仿達 Finder 是 Mac 文件管理的核心，相當於 Windows 的我的電腦。用戶可以通過它整理和訪問 Mac 上的所有內容，且仿達程序會一直運行。仿達工具欄和邊欄都具有高度自定義性，用戶可以根據個人習慣調整文件顯示方式、分組條件，並添加常用功能到工具欄，甚至自定義邊欄的文件夾排序。Mac 採用不分區的文件管理系統，只有一個主盤符系統。程序和用戶數據分別存放在特定的文件夾中，與 Windows 多盤符的習慣不同，但用戶文件夾包含了所有個人數據。Mac 文件操作中的整理、排序和群組功能各有側重，其中排序更智能且動態，而整理則在圖標模式下保持文件相對位置不变，適用於桌面個性化布局。標籤功能是 Mac 文件管理的一大特色，它能以非侵入方式增加文件的查看维度，高效處理緊急項目，而無需複製或移動文件，適用於補充檢索和管理少量或臨時文件。Mac 的大部分誤操作都有後悔藥，例如通過 Command++Z 快捷鍵可以還原文件拖动、關閉網頁或誤刪文件等操作，幫助用戶在手滑時及時挽回。思考以下幾個問題：一、如何理解 Mac 的不分區文件管理系統？它和 Windows 的分區習慣有什麼本質區別？ Mac 系統通常不進行分區，所有數據都存儲在一個主盤符下，並通過用戶文件夾來集中管理個人文件。這與 Windows 習慣將硬盤分為 C 盤、系統盤和 D1 盤、數據盤不同。Mac 的設計更多考慮了數據安全性，通過時間機器備份和使用習慣的演變。二、標籤功能在 Mac 文件管理中是主力還是輔助？在什麼場景下使用最有效？標籤功能是 Mac 文件管理的有效輔助工具，而非主力方式。它適用於增加文件的檢索維度，處理臨時或緊急項目，尤其是在不希望改變文件原有存儲位置或複製文件的情況下。对于大量文件的管理，傳統的文件夾層級結構仍是更主流和高效的方式。當然，我接下來說的也有幾個專業術語，再次給大家解釋一下。術語解釋：仿達 Finder， Mac 操作系統的核心文件管理工具，類似於 Windows 的我的電腦或文件資源管理器，用於瀏覽、整理和訪問 Mac 上的所有文件和應用程序。時間機器 Time Machine， Mac 自帶的一款強大備份工具，用戶只需一塊外置硬盤即可啟用，它能自動備份 Mac 上的所有內容，並支持增量備份，方便用戶恢復到任意歷史時段的數據。標籤 Tags， Mac 文件管理的一項特色功能，允許用戶給文件添加自定義顏色和名稱的標記，從而創建額外的分類維度，方便跨文件夾查找和管理文件，特別適用於臨時項目或多維度檢索。整理 Clean Up， 仿達在圖標顯示模式下的一種排列功能，
能讓凌亂的文件變得整齊排列，但會相對保持文件原有的位置，不自動填補空檔，且在調整窗口大小時，文件位置不變。排序 Sort by 访達中更智能的排列功能，適用於所有顯示模式。文件會根據選定的條件，如名稱、日期、大小自動排列，緊湊且無空檔，並能根據窗口大小自動重新排列。那麼，帶着這幾個問題一起走進今天的視頻，來看看如何管理 MacBook 上的文件。Windows 裡我們常常用我的電腦管理文件，在 Mac 裡訪達就是大本營。你可以使用訪達來整理和訪問 Mac 上幾乎所有內容。訪達就是這個笑臉圖形，有人說它像汽車標誌，而我覺得它很像心靈奇旅的天神。總之，它永遠在程序屋的第一個，並且永遠在運行。我將會從看、懂、用三個維度递進去講解訪達。首先讓你看清楚它長什麼樣，裡面有哪些東西和如何去設置，然後再對比 Windows， 讓你搞懂 Mac 不分區管理文件的原理，最後教你使用它的具體方法和重要技巧。用這3步，讓你徹底玩轉 Mac 文件管理。現在我帶你先認識一下訪達，和我一起打開訪達。你能看到上面的這塊區域稱之為工具欄，側面的這部分稱之為邊欄，中間這部分就是邊欄對應的具體文件。我們先來看工具欄，這4個圖標代表了訪達中文件顯示的方式有4種，分別是圖標、列表、分欄以及畫廊。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在工具欄調整，比如圖像更適合畫廊，這樣看得更清楚。而文本文件由於外表相似，只有名字有區別，所以更適合列表。层級關係很複雜的文件更適合用分欄，路徑會更加清晰，小夥伴們可以靈活運用。除了查看方式，訪達還提供了分組的功能，就是這個符號。點擊它可以利用不同的分組條件，將文件快速分組，並用線劃分出讓文件結構更加清晰的排列布局。再然後就是選定文件夾後對文件進行共享的按鈕，還有標籤功能按鍵，尤其是這個標籤功能很有特色。為了課程的整體框架不被打亂，這個我待會兒會單獨出來講。然後還有一個更多操作鍵，最後來到搜索框，它可以用來搜索你需要的文件，和 Windows 我的電腦中的它類似。回到訪達搜索，當你搜索結果時，可以點擊這裡選擇搜索整台 Mac， 或者搜索當前文件夾。如果還想再縮小範圍，可以點這裡的加號，出現更詳細的範圍。再點還可以更加精確，或者直接使用終極絕招 Command 加空格，用聚焦搜索去尋找文件，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。最後，訪達工具欄是可以自定義樣式和內容的。右擊工具欄空白處可以選擇工具欄圖標的呈現樣式，有圖文同步展示的，也有純圖標展示的，也可以只有文字展示。再次右擊工具欄空白處還有一個自定義工具欄，可以把以下任意你常用的功能設置在工具欄，方便你使用。同時你也可以按住 Command 拖移調整它的位置，或者直接拖出工具欄刪除圖標。了解完工具欄，現在我們再来看一下邊欄，這裡就是邊欄，也是 Mac 文件管理的主要地帶。通常我們的文件一般分為圖片、文稿、音樂、影片這幾種。在 Mac 不分區的文件管理系統中，你接收導入的文件或程序生成的文件夾，就會被 Mac 識別收錄在邊欄對應的類型的文件夾中，就是這裡。你的邊欄可能和我的不一樣，因為新電腦邊欄選項默認設置不是這樣的，所以接下來我要一邊教你設置，一邊給你講它們的功能。點擊訪達偏好設置，你會看到偏好設置裡分為通用、標籤、邊欄和高級4個部分。點擊邊欄設置選項，你會發現邊欄分為個人收藏、iCloud 的位置和標籤4個方面。這裡面有些很常用，有些很少用，可以先按照我的設置思路來。我先把自己勾選的都去掉，然後帶着你從上到下重新勾選。個人收藏部分最近使用我不勾選，原因是當你真正使用這個文件夾時太凌亂，反而不太好用。接下來隔空投送是一定要勾選的。如果你使用的是蘋果手機、平板等，勾選後電腦和手機之間相互傳輸文件會变得極為方便，用過的都知道有多快。如果沒有其他蘋果設備，可以忽略。應用程序也要勾選。當啟動台無法卸載部分程序時，可以在這裡進行刪除卸載。桌面沒必要勾選。如果你程序是在窗口模式時，觸摸板上同時張開拇指與其他3指，可以直接切到桌面。如果程序是全屏時，可以4指直接橫移，都更加直觀看到桌面。文稿、影片、音樂、圖片不必多說，需要勾選。還有一個下載一定要勾選。你從網頁甚至迅雷等等下載軟件下載的文件，顧名思義都會出現在這裡，也是我個人最多存放文件的地方。
它與文稿、影片、音樂、圖片一起成為訪達最主要的數據存放位置。最後還有一個你用戶名的選項，勾選上後點開它，進入你會發現，它就是上面這些文件夾的合集，就是你自己所有數據的總文件夾。我們這裡先勾選上它，一會兒要用一下。平時這個文件夾可以不勾選。接下來，以上這些文件夾裡，我最常用的是下載文件夾，所以你可以按住下載文件夾，拖動到最上邊，方便操作。同理，你也可以拖動其他文件夾，排列成最順手的操作順序。再次打開訪達偏好設置，點擊通用選項，將這裡設置為下載文件夾，這樣當你每次打開訪達，就會直接打開下載文件夾，更加的高效。再次打開訪達偏好設置邊欄選項 ，iCloud 部分我勾選了雲盤選項。有些 App 會有自己的 iCloud 文件夾，比如 Keynote 就會創建自己的 iCloud 文件夾，並且這些 App 保存新創建的文件時，也會默認選擇儲存到 iCloud 文件夾，既解決了備份同步，又自動創建了分類文件夾。你蘋果手機上如果也安裝了同款的應用，那麼你就可以在手機上也很方便的打開文件，然後去操作。尤其是懶得打開電腦和通勤路上，簡直太方便。回到邊欄設置選項，位置這部分外置磁盤必須勾選上。勾選好後，然後我們觀察邊欄，在平時沒有接入 U 盤時，這裡不會顯示任何東西。但是當你插入 U 盤移動硬盤時，這裡就會有所顯示。不勾選則沒有任何提示。同理，回到訪達偏好設置，在通用設置中，也可以將外置磁盤選項勾選，這樣你插入 U 盤時，桌面上也會出現 U 盤圖標，方便你更直觀的進行操作，也很像 Windows 的操作習慣。接下來 CD、DVD 和 iOS 設備也可以勾選上。如果你經常連接蘋果手機進行数据同步或者備份，勾選上這裡接入手機時才會有顯示。標籤這部分要勾選，標籤功能是 Mac 的特色之一，是 Mac 文件管理的一個重要花活，我待會會特別的講。現在我們整體看邊欄已經很完整了。其實除了訪達邊欄設置中這些預設文件夾之外，你還可以自由定制文件夾。你可以直接把常用的文件夾拖到邊欄形成新的文件夾。如果想要更加直觀，可以按住 Command 將這個文件夾直接拖到工具欄，是不是更一目了然？最粗暴的做法，例如我自己，直接把常用的文件夾拖入程序屋，連訪達都懶得開了。以上就是訪達的模樣，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，訪達的設置自由度非常高，很多東西可以自由定制。順便說一句， Mac 自帶的大部分應用都支持自定義工具欄，如瀏覽器、備忘錄、Keynote 都是可以自由定制的。剛才講過，我們的文件一般被 Mac 識別分類後，會收錄到邊欄對應類型的文件夾，就是在這個位置裡面。這時候你會不會有這樣的疑惑：我的電腦在哪裡 ？C 盤、D 盤分區在哪裡？反正我當時是困擾了很久，而且很多教程裡只有籠統講，訪達就是幹這個的，但是沒有具體講清楚和 Windows 如何對應。接下來我會詳細對比 Windows 給你說道，可能不完全正確，但肯定能夠讓你直觀的了解 Mac 文件結構。來，和我一起點擊訪達功能菜單顯示選項，點擊這裡顯示路徑欄。這樣在訪達下端就能看到文件層級關係，然後我們把圖片、文稿、音樂、影片裡的文件都嘗試着點選，觀察它們在路徑欄的位置，你會發現它們都歸屬於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就是 Mac 的根部，硬盤所在地， Mac 唯一的盤符。那麼它是在哪裡呢？打開訪達偏好設置，點擊邊欄選項，勾選位置部分的硬盤選項，這個圖標就是它。你還可以打開訪達偏好設置，點擊通用選項，勾選硬盤，它就會出現在桌面我們熟悉的位置。所以說，它就相當於 Windows 的我的電腦。在 Windows 裡，我們會習慣性的將硬盤分為 C 盤、D 盤、E 盤等等盤符。Mac 裡，我們一般不分區，就一個盤符，就是它。然後裡面有各種類型的文件夾。系統和資源庫是存放系統和系統軟件配置文件的地方，建議不要動它，否則容易出各種問題。應用程序就是程序本身存放的位置。重點來看用戶文件夾，打開用戶文件夾。最重要的是這個你自己名字的文件夾，它就是你剛剛訪達邊欄設置裡面這個用戶名稱文件夾，它包含了這些文件夾，所以就是用戶文件夾儲存了你的所有數據文件。這時候我再用 Mac 來對比一下 Windows， 做個不恰當的比喻，這三個就像是 Windows 的 C 盤，存放系統和程序，這一個就是 D 盤 E 盤，存放你的所有文件數據。這下你的 Mac 文件結構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？
有過在 Windows 重裝系統後數據和程序崩掉經歷的朋友們，對剛剛 Mac 這種不分區的做法是不是極沒有安全感？那麼 Mac 為什麼不分區呢？我查了很多資料，不論多高讚的回答下面都会存在不同角度的意見，絕對是一個很爭議的話題。与其我來講，倒不如把各個角度的高讚回答挑出來，再由你來挑選適合自己理解的答案，來適應 Mac 文件管理。以下是部分我認為有助於你快速理解 Mac 不分區的優秀回答，這裡面涉及硬件科技的發展、歷史使用習慣的沿襲，還有個人對電腦系統的了解程度都有關係。這裡挑揀了最言簡意賅的回答，你可以暫停了解。剛才關於文件分不分區方式管理的分析，很重要的出發點之一就是數據安全的保障，所以我超綱簡單講一下數據安全。不管是什麼系統，想要保障數據的絕對安全，唯一安全的辦法就是在不同的硬件上另存一份甚至2份備份數据。如果你的文件很重要，那麼有個好用的備份方法很有必要，在 Mac 上系統就自帶這個功能。打開系統偏好設置，就是這個時間機器，我認為算是一款神器。啟用這款軟件，我們只需要一塊硬盤和一根數據線就好了，它會自動備份你設置好的內容，並且只有首次備份稍慢，往後只備份你後來改動的文件就很快，就是所謂的增量備份。建議數據很重要的朋友們可以考慮一下，能夠讓我們很方便的找回以前任意時段的 Mac。今天在這裡我就不展開講了。前面認識了訪達的界面，又分析了 Mac 不分區的原理，接下來就要落地實際操作了。點擊訪達的功能菜單中顯示選項，然後點擊顯示狀態欄，在訪達下方就可以顯示 Mac 剩餘的存儲空間。再點擊顯示預覽，可以全面顯示被點選文件的詳細信息。以上2個選項你知道一下就好，可以不勾選，畢竟影響觀感。在空白處右擊點選查看顯示選項，可以調整當前文件夾的圖標大小、間距等等其他相關顯示參數。有時候打開一個文件夾，想要去到它的上層文件夾，在 Windows 裡，我們一般按這個鍵可以去上一層文件夾。回到 Mac 訪達界面，不要看左上角，這2個鍵是返回上一步。要想去到上一層，應該在訪達功能菜單點擊前往選項，再點擊上層文件夾就可以了。最好直接用快捷鍵 Command 加上方向鍵就可以實現。選擇文件這麼基礎的操作也要學？要。由於 Mac 和 Windows 鍵盤不一樣，選擇多個文件的操作在 Mac 裡就略有不同。Windows 裡按住 Ctrl 多選文件夾，在 Mac 裡就變為了按住 Command 多選文件夾。其實按住 Shift 也可以非連續多選，不信你試試。在 Windows 裡按住 Shift 點選頭尾2個文件夾用於連續選擇，為什麼在 Mac 裡就失靈了？不是失靈，而是需要一些條件。訪達裡面文件必須以列表分欄畫廊方式顯示的情況下 ，Shift 連續點選才會有效，在圖標模式下是沒有作用的。只要有文件的地方，就少不了拷貝、複製、粘貼、剪切。Mac 上這幾個操作和 Windows 略有不同，我制作了一張圖，寫得很明白。或者你可以直接看我上期視頻6分40秒，有很詳細的講解。接下來是一個痛點，如果你的訪達目前還在用默認的排列方式，那看上去一定有點亂吧？訪達默認文件是可以手動放置在任何位置的。在經過多次的使用後，往往文件的放置會變得很亂，這個時候你就會想重新收拾一下這些文件，然後你打開右鍵菜單，發現，咦，這裡有排序、整理和群組3個選項，到底該選哪個？你有沒有困惑過？如果你也困惑過，我給你講明白，整理和排序略有不同。先說整理，整理必須在当前文件夾顯示方式是圖標的模式情況下才會有。當你的文件和我現在一樣相互重疊、排列凌亂，點擊整理就會整齊的排列起來，同時會相對保持原來的位置，不會自動填補空檔。而且當你收縮訪達的邊界時，文件的位置也不會移動，有的文件就會跑出去，你還得拉动滾動條才能看到。整理后你依然可以拖动它到任意位置。如果想要这个整理的过程遵循一定的条件，可以點擊整理方式，按照相對應的條件重新整理。排序則更加智能，選擇你要按照的條件去排序，文件會自動排列好，並且緊挨沒有空檔。當你調整訪達邊界時，文件會根據窗口的大小自動重新排列，不會藏起來，用起來十分方便，但是文件也就不能自由調整位置。群組就是加強版本的排序功能。來對比一下排序，先使用排序功能，並且按照創建日期進行排序，那文件就是從早到晚依次排列。如果使用群組，按照創建日期，則會分為今天、前7天、前30天以及早些時候，分別設立分組，並由細線分割開，更細緻。如果分組和排序各自按照文件大小條件排列，則分別是這樣，以及這樣。回顧一下剛才整理和排序的區別，整理只能在圖標顯示模式下使用，是靜態的，是一次性的；排序適用於所有的顯示模式，是動態的。
更加智能，而且一直有效。群組就像是排序 Plus， 更全面細致，但是因為一堆分組細線影響觀感，所以我沒有使用。整理和排序兩種排列方式也是同樣適用於布置桌面的文件。由於 Windows 的使用習慣，導致我們經常會在桌面放置大量臨時文件。在桌面點擊右擊菜單，可以找到兩種排列方式。這裡我想夾帶點私貨。剛才講完整理和排序的區別，我的想法是，明顯排列更方便更智能。為什麼整理還有存在的價值？直到來到桌面，我才明白了整理的好。你來觀察一下我的桌面，左邊是文件夾，中間是視頻文件，右邊是圖片，說明我放置的時候有意識地進行了功能劃分，還刻意拉開了它們的位置，方便調用。調用次數多了，排列變亂。如果這時候我想整理它們，選擇排序選項就會通通歸到一起，不方便我快速使用。如果這時候你用整理選項，它们的原始位置不变，只是变得更加整齊，深得我心。這時候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整理的好？同理，你也可以應用到仿達文件管理中去。注意，桌面菜单中還有一個疊放的功能，超好用，取代了仿達裡的群組功能。畢竟桌面畫一堆線分組太奇葩，點擊疊放，桌面會自動按類型把文件放到一起，能讓桌面瞬間清晰。然後在右擊桌面，也可以選擇疊放的條件。當你打開仿達，然後再打開一個文件夾，這個操作我們都會。如果這時候需要你打開第二個文件夾，你該怎麼操作呢？我直接說方法。辦法一，快捷鍵 Command 加 T， 新建一個標籤頁，然後打開文件夾。辦法二，返回仿達初始窗口，然後在文件夾上右擊，在新標籤頁中打開，這樣就實現了多開文件夾。如果需要從一個文件夾往另一個文件夾拖動文件，用剛才標籤頁的方式，你的操作就會像這樣比較麻煩，這時候使用窗口的方式會更方便。那麼怎麼新建窗口？我直接說方法。第一，可以把剛才打開的標籤頁直接拖出成為窗口。第二，可以使用快捷鍵 Command 加 N 彈出新窗口，再打開文件夾。第三種辦法需要更改一下設置。仿達裡右鍵打開文件夾，默認是在仿達原始窗口新建一個標籤頁。如果你經常需要多文件夾交換文件，可以打開仿達偏好設置，點擊通用選項，去掉勾選在標籤頁中打開文件夾，再回到仿達，右鍵文件夾，就可以用窗口的方式打開文件夾。總之，如果你需要對多個文件夾進行反復查看動作，那麼 Command 加 T 這種在一個窗口裡排列多個文件夾的方式會更加整齊方便。如果你經常要多個文件夾拖動整理文件，那麼 Command 加 N 新建窗口這種方式更加方便。不同的方法需要在不同的場景裡靈活運用。當你想把幾個文件新建一個文件夾，不必先新建文件夾然後再拖入，可以直接選擇這幾個文件，然後右擊用鎖選項目新建文件夾就 OK 了。新文件夾裡想要把所有的文件重新命名成一系列的新名字，你需要框選所有的文件，在文件上右擊重新命名，再點擊格式，在自定格式想好名字，左下角預覽，確定無誤，點擊這裡完成系列命名。Mac 用戶很多是新從 Windows 轉過來的，很多人的文件需要從 Windows 上轉移到 Mac 上，會出現一些情況，比如能夠從 Windows 的移動硬盤轉移到 Mac， 但 Mac 的文件卻不能寫入 Windows 硬盤。有這些疑惑的，可以打開我上期視頻19分57秒了解詳情。剛剛展示完的這個文件夾沒有用了，可以右擊移到廢紙簍刪除，或者直接拖動它到廢紙簍也可以刪除。如果不想拖入廢紙簍佔用空間，想直接永久刪除，快捷鍵 Command 加 Option 加 Delete， 直接從電腦刪除，廢紙簍都不會留下它。現在我們來看 Mac 文件管理的一個重要花活——標籤功能。在我使用中，它主要功能是增加文件的查看維度以及高效處理緊急項目。例如，我們平常會把文件通過文件夾進行歸類，但總避免不了需要再分類的情況。比如，這裡有一系列項目文件夾，按照名稱維度整理在一起，每個文件夾都包含了張三、李四、王五、甲乙丙丁等等人的各自部分。這時候想要查看張三在每個項目中的內容時，傳統的辦法要把每個項目的張三複製出來，再組一個文件夾。這個辦法佔用空間又麻煩。這時候你可以設置一個張三的標籤，然後到每個文件夾把標籤打在張三的名字下，然後仿達裡點擊張三標籤，就可以看到所有3的文件。同理，想要看4月份每個人的文件，可以把所有人4月份的內容打上標籤，然後點擊查看。在標籤幫助下，沒有佔用一點新的空間，就增加了人員維度和時間維度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接下來我有一個緊急的項目馬上要完成，但是它需要用到很多曾經放在多個不同位置的文件，可能在這裡，也可能在那裡，但我又不想移動曾經整理好的位置，同時還不想複製它們再新建文件夾佔用存儲。這時候設置一個緊急項目標籤，把所有位置的素材都打上標籤，你再點擊這個標籤，這就相當於一個文件夾。你還可以把這個標
標籤拖到程序屋，一鍵直達，如此節省空間，還不打亂原有位置。等素材用完，統一取消標籤，深藏公語名，實在是太方便了。以上舉例的幾種標籤的應用場景，你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。現在我來教你標籤的具體操作方法。標籤的添加時機可以是在保存時、閱讀時、桌面中、訪達中。你也可以右擊任何文件添加標籤。如果在訪達裡，還可以用工具欄標籤工具添加標記。你甚至可以直接將文件拖到對應的標籤，就直接打上了標籤。標籤可以標記圖片、文稿、PS 工程文件、音樂等幾乎所有類型的文件。在訪達邊欄中可以改變標籤的顏色和名稱，在訪達偏好設置裡也可以設置標籤的顏色和名稱。如果標籤不夠用，該怎麼新建呢？第一種辦法，選擇文件，然後在工具欄標籤選項中添加新的名稱，就新建了標籤。也可以在訪達偏好設置標籤選項中新建標籤，把最常用的標籤拖移到個人收藏標籤裡，這樣右鍵菜單就會優先顯示。有沒有發現新建時新標籤默認都是沒有顏色的？這個不重要，標籤的名稱才是最重要。你也可以自己去改變它的顏色。標籤使用完成後，可以在文件上右鍵刪除標記。你也可以在邊欄右鍵把某個標籤完全刪除。不用擔心，只是刪除了標記，不影響之前被標記過的文件。稍加注意的是，如果在標記的文件夾裡刪除文件是真的刪除，原路徑裡的文件也會消失。把標籤裡的文件拖移到其他文件夾，也會改變文件的存儲路徑。我剛剛說標籤是文件管理的花活，而沒說是主力方式，因為我認為文件夾管理通行這麼久，雖然有弊端，但無可取代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標籤比較適用於少量文件的管理，但就個人用戶而言，即使再少的文件也會衍生出無數的子標籤。如果把文件夾變成標籤，要真是費心費力的把無數的文件標籤管理好，就會變成側邊無限、滑不到底的列表而已。視頻中光整理幾個人的文件報告，標籤就一頁到底了，再搞些圖片、視頻就沒法整理了。總結一下，個人覺得標籤更適用於補充檢索維度，以及少量或者臨時緊急文件的情況下使用。量大的話，這種標籤顯然是不可能管理的。如果有一個標記錯了或者標記漏了，就很麻煩。實際上，一級一級的文件夾面對量大的更容易管理。文件夾就像你遊戲裡佩戴的主武器，必不可少。標籤更像是副武器，作為火力補充。我的使用過程中，絲滑的觸控拖移偶爾會造成手滑，大部分你的誤操作都是有後悔藥的。文件不小心拖錯的地方找不到了，可以通過 Command 加 Z 歸位。關錯了網頁，按下 Command 加 Z 恢復。誤刪了文件，按下 Command 加 Z 還原。手滑不要慌，記得用還原。關於訪達的使用技巧，我匯總在這裡了，你可以看着它回顧一下，把重點做一個筆記。最後我特地制作了一张匯总圖，来带着你复盘一下全部知識點。第一部分我们看清楚了訪達的界面，跟着我設置好了訪達。第二部分弄懂了 Mac 和 Windows 的區別，也看了多種對 Mac 不分區的理解。最後認識了時間機器這個重要的數據備份方法。第三部分掌握了訪達的具體使用技巧，字體越大的越重要，這些技巧貫穿你日常所有的文件操作，無處不在。如果你掌握了上期視頻以及剛才以上看懂右3個部分的內容，恭喜你已經不是小白了 ，Mac 基本已經被你駕馭，逐漸成為了你強大的生產力。最後，總算和 MacBook 的文件管理徹底和解，結束了那段找文件找的頭疼、整理文件耗盡心神的內耗日子。從前被訪達的迷宮式邏輯、各式兼容的麻煩反覆折磨，如今摸清技巧後才發現，原來它不是難用，只是沒找對打開方式。再也不用靠碰運氣找文件，訪達的路徑梳理清晰，新建、歸類、移動一鍵順暢。各式兼容的難題也迎刃而解，那些曾經讓人抓狂的操作，現在都變得得心應手。整理好的文件整整齊齊，再也不會莫名失蹤。終於不用再為文件管理耗費額外精力，擺脫了頭疼內耗，才算真正解鎖了 MacBook 的便捷。原來不用渡劫，也能輕鬆拿捏它的文件管理。